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 CEO 黄仁勋17日在北京会见中共官员及包括 DeepSeek 创办人梁文峰在内的中国客户后，18日即离开北京。与此同时，美国川普政府便宣布启动 DeepSeek 的全面技术封锁。大家好，我是杨正。据中共官媒报道，黄仁勋4月17日应邀与中共贸促会会长任鸿斌会面，这是一个官方贸易机构。当晚，他还会晤了负责经济政策的中共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称，中国市场投资和消费潜力巨大，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推进，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最佳应用场景。始终是外资企业投资和贸易的沃土，欢迎包括英伟达在内的更多美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在中国进展产业优势和能力，进而在全球竞争中赢得先机。黄仁勋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市场，为推动中美经贸合作发挥积极作用。英伟达的芯片现在市场上是最好的、最高效的，所以基本上现在整个全世界只要做 AI 的话呢，你必须用的，不是唯一的一个选项。我相信黄仁勋他不至于，也不会，也不敢去违背美国的法律来给中共最先进的图像处理的英伟达的芯片做 AI 的芯片，但是呢，他确实跟中国企业有很多争议的往来。可能有一些组件是来自中国的。美国之前政府呢也允许一些低阶的英伟达芯片卖给中国，就是不让他卖最先进的。那现在川普政府有新的要求，我相信中共那边很着急嘛，邀请他去参观去会谈。中共总理官方也接见了他，但是我想他正好呢，现在只不过就是这个处在这个风口浪尖上的一个人，中共会对他提要求，但是呢，他也清楚的知道他的大本营，他的公司是在哪儿的，他必须遵守美国的法律，所以我想他应该是在中美之间，在一个非常窄的一个刀尖上跳舞。中共官媒报道何立峰与黄仁勋的会面后，英伟达回应指，公司定期与政府领导人会面，讨论产品和技术。美国川普总统则评论说，他对黄仁勋并不担心，并称黄仁勋是他的朋友。就在数日前，由黄仁勋领导的英伟达宣布，将与富士康及其他美国公司合作，在德州休斯顿投资$5000亿，建设一座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工厂。总部位于加州圣克拉拉的英伟达表示，该公司将在休斯顿新增100万平方英尺的设施，并预计在12至14个月内开始量产超级计算机。不过，目前尚未确定将创造多少当地就业机会。川普对此巨额投资表示肯定，认为这正是他提高关税、将高新制造业工作带回美国的成效。路媒第一财经18日报道说，黄仁勋在与政府官员会面后已离开北京。报道指出，英伟达未透露黄仁勋这次的中国之行的其他行程，包括黄仁勋是否与梁文峰会面。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消息人士说，黄仁勋也与英伟达客户会面，其中包括梁文峰，讨论如何为中国设计下一代芯片，以满足客户需求及美中双方监管要求。就在双方会面当晚，美国宣布启动 DeepSeek 的全面技术封锁。据美国媒体报道，川普政府打算多管齐下，包括禁止 DeepSeek 购买美国技术，禁止美国人使用其技术，同时切断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对这家公司的芯片供应，并可能切断美国使用者对其 AI 服务的访问。黄仁勋到访北京，正值美国对出口至中国的英伟达 H20、超微 MI308 和同等芯片实施出口管制之际。15日，英伟达通告指，向中国出口的 H20 芯片在可预见的未来需要申请许可证，以防止技术转移，而美国以往未曾批准过许可证。英伟达的 H20 芯片是 H100的简化版，是2年前因应美国拜登政府的出口管制，专为中国量身打造的一款无需美国商务部许可
即可向中国销售的芯片。虽然功能简化了，但价格依然和 H100一样，1分钱也没便宜。所以 H20是一款更有利可图的产品。据相关资料披露，仅2024年1年 ，H20就为英伟达创造了约150亿美元收入。早前也有消息透露，光是今年前3个月，来自中国的客户就买了160亿美元的英伟达 H20 GPU。如今被列入管制名单后，英伟达直言损失可能高达55亿美元。16日，美国国会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对英伟达在亚洲各地的芯片销售情况展开调查，并评估其是否明知故犯，向 DeepSeek 提供了开发人工智能的关键技术。此举恐违反了美国的相关法规。该委员会最新报告指出，DeepSeek 疑似透过规避美国出口管制的方式，获得了超过6万颗英伟达高阶芯片。此举对美国构成重大国安威胁。据半导体研究机构 SemiAnalysis 估算，DeepSeek 所用芯片包括约1万颗 A100、3万颗 H20、1万颗 H800以及1万颗 H100。报告并指出，自2024年3月以来，英伟达为中国市场生产的芯片数量已超过100万颗。报告称，先不论美国公司蓄意有意识地向外国对手提供最先进芯片的争议做法，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DeepSeek 和其他中国公司一起通过非法手段进口管制芯片到中国。报告提到，DeepSeek 和其他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可能通过新加坡的中间商买到芯片，从而规避了美国对购买英伟达芯片的限制。他还援引了路透社2月份的一篇报道，称新加坡当局逮捕了3人，原因是他们非法将先进的英伟达芯片出口到中国的 DeepSeek 公司。在致英伟达的调查启动函中，委员会要求该公司提供自2020年以来，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等11个亚洲国家购买500块以上 AI 芯片的客户详情，以及预计使用这些芯片的公司的详细信息。该委员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称，委员会有权发出传票，并期望英伟达在2周内作出答复。该委员会通常会花4个多月的时间进行调查，然后就某一问题形成报告，并召开听证会。对英伟达可能也会这样做。这是美国国会首次对英伟达业务进行调查。与此同时，川普政府一直在想方设法落实拜登时代的一项规定。该规定限制了美国企业向不同国家出口人工智能芯片的数量。今年3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企业高管会议上，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川普政府将大幅增加美国对中国技术限制措施的执行力度，包括对企业处以罚款。卢特尼克在提到中共时表示，我们受够了那些人，他们为了赚钱而支持那些试图摧毁我们生活方式的人。当下，英伟达在北京也面临着监管审查。中共的反垄断监管机构市场监管总局去年12月宣布对该公司展开立案调查，调查其在寻求批准收购一家以色列网络公司时，是否违反了对中共政府的承诺。中国科技大厂华为日前推出的 AI 处理器升腾 910B 和升腾 910C， 外界大都以为是由中国的中芯公司制造，但科技网站 WCCF Tech 引述研究机构 SemiAnalysis 报告指出，华为 910C 其实只能算是在中国大陆设计，大陆仍严重依赖海外技术，无论三星、HBM 或台积电的芯片，或是美国、荷兰和日本的设备，大陆都对国外的依赖程度很高。经拆解美国政府、Tech Insights 和其他公司采购的升腾 910B 和升腾 910C， 每一款都使用台积电芯片。报道披露，华为透过算能科技向台积电购买价值约5亿美元的7纳米芯片，以规避美国制裁。除了透过白手套以外，
华为也有可能在出口管制尚未实施前就存储了大量芯片。不过，随着美国政府的管制趋严，今后华为想透过白手套获取高阶芯片的难度必会大幅增加。这里是希望世界，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并按下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